下河奔到你面前，泪流满面，面羞相对无言。他梦在敷衍，进了双飞燕。此生可否千里共婵娟？满天星。那陈裁缝从陈时起便在府外候着，郎君用过早时后，便召他量体裁衣，不曾见郎君出去。你可听见了？那姓杨的分明就是不存好心，耍得一手祸水东瀛，叫你记恨陆郎君，诚心坏你的婚事呢，就该把人抓起来严刑审问。我们是去探病，并无不可告人之事。他跟便跟了，你喊打喊杀的，我荣家不成了强人窝了？何况杨郎君是老夫人的座上贵宾，待我禀了祖母知道，或感或罚，他老人家自有处置的。你都要成婚了，还留着他们做什么？趁机一发赶走，久留必然成祸。祖母留着他们，莫非还不死心，想要叫你另配？荣家可不止我一个女儿，姐妹们都不曾婚配，祖母想必有她的考量。只有老太太才信他的花言巧语，满腹诡计的烂舌根子，谁讨了他谁遭殃。大小姐，老夫人有请。这么快就传到储曦堂了？我去见祖母。杨郎君嘛，委屈他暂居客房，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他私下走动。是。是。祖母，你有1000个好，10000个好，单是个情字上，就不如你二妹。她自知彼此身份天堑，门户悬殊，情投意合也难成家哦。不如专心一意于家业，平日里绝口不提，拼力博他个资财巨万，丽儿的前程还会差了？可惜呀，少了忍量与耐性，急着压过你的风头，把个江洋盗匪当作送财童子，可笑。果然瞒不过祖母慧眼。您早知道丽儿的身份了。你不把那孩子领回来，我也会叫他认祖归宗的。荣家的血脉怎容得个外人抚养？把他带回来，好生教养几年，免得像你那个五妹妹，被他的那个娘养得见人低头，懦弱胆小，全不似我荣家女儿风范。我妹天性温柔羞怯，虽不及袁熙敏识过人，好在温良谦让，博闻强志，胜过顽劣的小厮许多。她对祖母也是孝顺的，总是第一个去请安。不提他们了。宝儿，你可想定了？祖母，孙女想定了，还望祖母成全。42年前，我也曾同人在此雌雄柱下成过婚的。她也像你那个陆郎一般，俊美高才，知识过人，世上少有的聪慧。人人见了
都会心生欢喜的。那年，我替母亲押送茶叶船，岸边泊船，莲雾半卷。她在灯下读书，我一眼便相中了。她是官宦子弟，又是家中独子，父母以死相逼，不许她入赘。她宁可随我私奔，何等的有情有义！于是我不顾亲长反对，携她悄悄至此，立誓成婚。祖母说的是我的嫡亲祖父。看，他配做你的嫡亲祖父吗？我自幼在茶园长大，除了识茶辨茶，不通世情人心，又是头一回出远门，从来没有想到那船为何会不偏不倚，泊在邻侧？为何是舱门对舱门？让我一眼便可瞧中那灯下夜读的郎君。我更不会想到，人亦有心算无心，他竟全家做戏给我看，只为骗我亏心，赚取养茶秘法，去承他家败落的祖业。我那里生产命悬一线，他却盗取珍贵茶种，和我亲手编写的茶经，和他那如花似玉的表妹返乡去了。他那点心思，怎能瞒得过我的母亲？瓮中捉鳖，把他送到我面前，任凭我处置。我本可以杀了他，但我决定放他走，去承担他亲手种下的恶果。后来他身败名裂，落魄潦倒，遭债主追杀毁容，又来求我救命。我将他收留在祠堂，用以警示后代子孙，只要你做一日荣家女儿，屈才慕士之辈多如过江之鲫，宋玉潘安也是唾手可得。一旦耽于情爱，忘了本分，这就是前车之鉴。祖母训示，孙女记下了。好，那你便当着历代先祖发誓给我听。荣是历代先祖共建，荣善宝今日在此立誓，此生唯以振兴荣家茶为己任，万事当以家族兴旺为先，既以晨露之威，补益山海，迎烛墨光，增辉日月，千磨万砺，初衷不改。假如你竭力的夫婿背弃了荣家呢？你说。说，他日陆冷背弃荣家，便是与我为敌作仇。我与他断情绝义，绝不姑息。拿你自己发誓。
半句，违信悖诺。当夫离子散，阳寿短折，死无葬身之地。好，记住你说的话。他日背信，当应此事。大人放心，前方到了渡口，一路乘船南下，正月行舟，月底前就能到达临济。我这个绸子拿过去啊！哎，空气快啊！接着了啊！跟这个对齐。这样的。慢点，慢点。花盆抬到那边。是。来，小心些，这个小心。小心。哎，知道该怎么做了。小的明白。拿热水来。应下我不许发作的，你要真的守诺才好。就为这点虚名便翻脸，你也把我看得太轻了。这局面看似繁花似锦，烈火烹油，是吉是凶，还说不定。这话怎么讲？哼，荣老夫人有过3任丈夫，死了散了的都有，再添新人进来便是了。足见风水轮回，不会有人永坐朝堂的。这日子还长着呢，不会让他一直得意的。荣老夫人也不会答应。你有一位叔祖父，也曾进过荣府，很得老夫人青眼。只是他体弱早逝，未曾留下一儿半女。若是他的寿元长显，说不定还能给你留个亲近的族弟族妹。这些事情，你家长辈未曾提醒过你，你看起来好像全然不知似的。我自小便在山上学茶，这些旧事没听过。什么人？别跑！你给我站住！怎么样，抓到了吗？郎君，白纸空空，有什么不能看的？
传信的法子多了，若果真是无字书，又何必大费周章的送下来？其中必暗藏玄机。燕郎君不是一直说陆复生是个善心好人吗？咱们打个赌如何？当家的不在，不便开门，外间是谁？衙门里来的，庆司令托我给家里带话。这死没良心的，10天半月不见影，还以为他触了家里的雌老虎发威，撇下人不顾了呢。啊，怠慢了，快里边请。里边请。老大人叫他协同王县城下乡清障填土，不及来家知会一声。走时特意叮嘱，教我们送些新柴酒肉、点心果子，免得嫂子空候了。这前几日啊，衙里有事耽误，迟了，嫂子勿怪。不怪，不怪，我这里哪里就缺米少柴了呢？多烦你们照顾。我叫老妈子起来烧茶水，喝杯茶再走。徐妈，徐妈，嫂子，这信物你可认得？庆司令说，老大人起了疑，家里房梁上的东西不安生，快找出来我收了，免得给你招祸。等着。给。这边好了。郎知县，我待你不薄，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拿下。大小姐，诸位小姐协礼来庆，人都已经在门外了。请吧。是。恭贺大小姐欣喜。这对手镯是丽儿亲手挑的，愿你夫妇2人得到神灵先祖庇佑，美满和乐，永以为好。替我谢过礼。华林院里堆金积玉的，你向来不屑一顾。今日是你的喜日，我也无以为继。献上一副琉璃茶盏，全做我的贺仪了。怪道诗里说：“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这晶莹剔透的，能照出人影来，比去年祖母得的那对还好。今日是个好日子，祖母才开恩放了你1日，你可不要作怪。这是园里的第1捧秋茶，我亲自采摘炒制的，送给姐姐做贺礼。难得四妹诚心悔过，特意采了秋茶来献，祖母知道也是要欣慰的。秀琼，把茶叶送去崇禧堂，请祖母一道品鉴。不行，这茶不能吃，我一不留神炒焦了的。我回去重新炒过。哦，不能吃呀，可惜了。原来我还想着茶园里早起晚眠，劳苦不息，劝祖母放了妹妹早些还家。见你炒茶功夫不到火候，
还是留在那儿多历练2年吧。什么？2年？你要逼死我呀！哎呀，四妹妹这也太不当心了，这是怎么弄的？心肝都是黑的，还招甚气？你那亲亲的陆郎，现实只是贪色碍事，早晚会断他的肠子。还有你们这群狗腿子，说什么鸾交凤有天作之合，要我看，他俩就是1万个不配。龙争虎斗，反目成仇还在后面呢。五妹，你送的什么？我瞧瞧。我亲手串的转运珠，能给大姐姐带好运的。凡是坏的不灵，好的才灵。那些造谣生事的呀，最后都会报应到她自己头上去。多谢五妹妹巧手，送的也太及时了。这才是初秋，嘛得做这么厚，还不热死客人？哎，不必大费周折了，换了吧，换了吧。哎，使不得，使不得！郎君今日里祠堂拜过祖先，就是荣家大姑爷了。我家婚俗不同别个，不兴牵红交杯那些俗套。小姐们暖房吃酒庆祝吉日，抓住了新郎是一定要闹的。郎君须得摸黑进房，又不能叫人察觉，脱了鞋子走才最安生呢。哎，让他们捉住会如何呀？郎君要是被抢走了，大小姐都讨不回来。哎，这君代呢？叫他去茶房看看，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这是城中各府和荣家茶铺、田庄呈上的客仪，大小姐事先知会过，晓得郎君生性质朴，不喜奢华，送的不外是些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大小姐吩咐都抬了来，请郎君过目。小的失言，应该叫大姑爷了才是。姑爷看过了，挑些能过眼的摆了，其他的先收回库房。就这些吧。是。郎君，君代呀，君代，今日我要为老夫人献茶，让你去茶房瞧瞧，待到这个时辰才回来。不看今日是个好日子，少不了一顿大。哦，郎君息怒，小的已经认真查点过了，茶水也备好了。郎君，昨夜郎大人带着2个心腹离开官衙，再没回去过。坏了，
他定是没有听从我的劝告，亲自去拿账册，落到人家陷阱里头了。陆郎君，这是要去往何处？有人为郎君送来一封密函，用火烘烤，便足见其内乾坤。郎君入府，为的就是此人下落吧？我不知有什么密函。放心，我没有诓你，我亲自去看过一回，当真是唬了一跳呢。说我高声一呼，郎君便有烦恼缠身。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才好。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先前在门外听见，好似有什么人下落不明。哎呀，这下你可难办了。这救人性命和祠堂成礼，恐怕只能二择其一了。郎君，姑爷，万不可误了吉时啊！绝不能让杨氏落入旁人之手。去禀大小姐，我有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要办，办完立刻回来。叫他一定要等我。郎君，瞧瞧，还真让我说准了。还等什么等呀？丢人现眼！向来只有我们荣家女挑人，什么时候也轮到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了？合适就该把那个陆福生绑过来，打断他的腿。大小姐，陆郎君离开荣家，早有众多随从在外接应。他往哪里去了？回来的人报说，往南塔巷的方向去了。婉婉，小心点，小心点。婉婉，小心点。走，快走！魏夫人，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时。案子一日不中，便要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何苦呢？所有的事终须有个了结。请吧。
陆大人，才会是那么多考验，太多考验，我看也看不。小人奉大小姐之命，来接六小姐回家。她也是个证件，你们不能把人带走。我家六小姐身上有病，情志与3指孩童无异。大小姐特意择一幽静小院供其养病，不料中途有外人混入，才生得今日这场是非。他日公堂上，荣家自然有人去回话，但是人，今天我必须领回。你敢！我要的只有杨氏一人，还请总管事自便。六小姐，冒犯了。你们别伤心。谁说古难全？一生一世都是初相见。陆大人，葛老正在县衙等候呢。不急，拜见老师之前，还有个要紧事要办。白日撞到鬼了！老爷，老爷，撞到鬼了！老爷，老爷！依郎君吩咐，小的趁乱把人提出来了。大人，不能进，不能进！大人，真不能进啊！大人！真不错啊，大人。你是何人？徐大人，救人了。大胆狂徒，竟敢闯本官府衙！本官身为巡按御史，待天子巡狩以来，沿途州县官吏无不恭敬。官教所到之处，便是一州长官亦要与中跪迎。本官不开口，他们西县泥闹也不敢起身。本官要入你的官衙，哪里需要请闯？陆巡按葬身江心，讣告早已送入京城，哪里有冒出来一个？你可知道冒充钦差，罪该万死？早料到大人会老眼昏花，多时不见，怕你不认得。早早便将官袍官印藏于后衙灶台夹壁之中，刚刚才取出来。大人还是少些啰嗦，免得白费力气。顺带，
日街上偶遇，邀请庆司令家中做客，彼此相谈甚欢。本想再多留些时日，司机大人爱才心切，一日都离不得他，便特意将人送还。大人救我！大人救我！我为大人送归良才，不知大人以何报我？来人！陆将来，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大胆许奏！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带兵为了钦差，是要造反吗？陆大人行事如此张狂，想必定是有所仰赖。把人带上来。王大人，大人救我！陆将来你！大人，是大人先伤了我的人，来而莫往非礼也。我同大人的账，日后再来清算。告辞。大人，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哎呦！北京，我要去巡抚衙门。是。看看他走了没有？大小姐，你为着保护杨氏出府，不惜造假六小姐丧事，实在胆大妄为。老夫人此刻怒气难消，怕是不肯见你。请严长舌代我回话，祖母要孙女归着思过，孙女本不当违逆，只是如今风雨欲来，荣家将有动荡，孙女身服要务，急着回去处置。待公堂上事毕了，再来向祖母请罪。这便是你要与我做的赌。我都跟你说过了，陆复生是朝廷奸细，潜在荣府别有所图。你偏偏不信我，觉得我是妒忌生意，污蔑旁人。如今你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他为了一纸密函，就轻易将表姐抛下，可见往事没有一丝真情，全是假意。他这样一个人，你却将他视为密友，处处肝胆相照，只怕人家把你视作是个傻的。你真有疑心，私下寻大小姐说了，她好有个防备。你让她众目睽睽被人抛弃，将来如何面对荣家众人，又如何不伤心欲绝啊？他念着我的心，还叫我替他着想，就是叫他痛彻心扉才知悔。到那片土，
恩断义绝，反目为仇。我是杨家人，快放我出去！开门！我命令你们即刻开门！我要见容大小姐。把门打开。容大小姐，我是来府上做客的，这也是你容家的待客之道。我犯了什么王法，你就要把我囚起来？你也太心狠了！你为何事入府？彼此心照的，不需要惺惺作态。回去同你父亲说，杨氏落入了官府手中。容大小姐，这事还需给我们杨家一个交代吧？交代？我又不曾为了同魏家交好，将亲妹妹推入火坑，毁了她的终身；也不曾为着魏家许下的重利，做事至亲，饱受折磨，痛不欲生；更不曾为了占他魏家的茶山庄园，不惜控告妹夫杀害妻子。明明是你容家收容犯妇在先，我杨家遍寻不着人，方才告那魏可俭杀妻。如今东窗事发，我杨家面临灭顶之灾，难道你容家就能置身事外吗？父亲，容家收容的是个被婆母丈夫殴伤滑胎的可怜妇人，卧榻3月方才死里逃生。她不曾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何来贩夫一说？即便是上了公堂，她也是正解而非人贩。你还想将诬告之罪委于旁人？天底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你不是。烟雨漫过长亭霜，景色破碎于旧月光。你眼底浮动的星芒，是前朝未解的记账。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我愿作笔锋千年守望。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莫向迎头江湖长，剑影割裂浮世画。你掌心交错的迷惘，困住我轮回的流浪。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当情绪坍塌成几分飞扬，你仍是不灭的信仰。统领瑶心菩提下，古刹眼角深时光。踏碎旧万场，岁月风华，只为寻你半句回答。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在洪荒尽头贡献天地辉煌，用亘古心跳做重trang。我向迎头江湖长，剑影割裂浮世画。你掌心交错的迷惘，困住我轮回的流浪。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当情绪坍塌成几分飞扬，你仍是不灭的信仰。统领瑶心菩提下，古刹眼角深时光。打碎旧万场血月风华，只为寻你半句回答。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在洪荒尽头贡献天地辉煌，用亘古心跳做终章。人亦有心算无心，他竟全家做戏给我看，只为骗我亏心，赚取养茶秘法，去撑他家败落的祖业。我那里生产命悬一线，他却盗取珍贵茶种，
和我亲手编写的茶经。陆羽是唐代的茶学家，撰写了《茶经》一书。唐代的茶农和茶商视他为行业的守护神，有些茶商在卖茶的店里会供奉上他的像，生意好的时候供上鲜花瓜果，生意差时直接浇他一头热水，甚至在出售茶具的时候还会将他的塑像像茶宠一样随着茶具一起贩卖。要问唐朝茶商为什么这样，还不是因为《茶经》带火了整个行业。诗人梅尧臣曾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香学是春茶。某种程度上是陆羽让茶叶从土特产变身为奢侈品，使得茶农茶商集体致富。